我叫瑟阿，今年25岁，在做青少年性教育，来到贵阳办一个性教育展。从3岁到22岁的这样成长的历程来作为展览的主线。首先模拟怀孕的过程，进入到母亲的子宫，然后出生，请到了周文静老师的节育环跟红色系列。6岁认知到男生女生的身体的不同，开始上学，接触到性别的刻板印象了。12岁青春期开始经历荷尔蒙的悸动，梳理月经，第二性征的发育。18岁比较沉重，看到关于性的一些负面的事情，比如说厕所上卖卵广告，也开始遭受到了一些性骚扰，需要大声的对我们的喇叭说不，不要说不这件事情是需要积累勇气，需要练习的。然后这上面呢有我们收集的觉得非常好的排除万难去落成这样的一次展。贵阳比起一线城市更加需要性教育留守儿童来看展，联系到了元宝小学女足队员们。好好看，好漂亮。高一的时候遇到暴露狂，跟所有我的女性朋友说了，惹哭了我1/4的女性朋友。当时才14、15岁，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原来可以说出来。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不只是性骚扰这么简单，很难被独立解决。花了1年多的时间，开发了一套课程。高中毕业之后，组建了团队，大概50多人，都是95后、00后。做性教育的话呢，主要就是我们有公众号科普100所，中学跟大学做演讲，还有信箱，接受大家具体困惑的来信。有一天半夜了，有一个私信说，我现在在天台上，我想要自杀。他小时候遭受过邻居家哥哥的侵犯，他当时告诉了他父母，但父母就是骂他是他不检点，让他不要再告诉其他人说家丑不可外扬，不断的跟我重复说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恶心，我妈都觉得我恶心。我就一遍一遍的跟他说你没有错，你值得被爱。半个小时之后，他从天台上下来了。10几年来第一次有人跟他说你没有错。其实挽救生命不需要多大的能耐，可能还有更多的孩子，更多的人没有等到这一句你没有错。私信更多的是一些倾诉自己遭受到的性骚扰、性侵犯，他觉得不舒服了，这能不能算作是性骚扰？对自己的身体上的焦虑，刚成年准备要去做私处整形，咨询我们说怎么样安全。男性的话有分1、2类吧，一些关于自己欲望的事情，如何去释放自己的性欲。第二个方面其实也有现在的男女的议题，觉得男生是不是受到太多的偏见。有一个男读者就是写信跟我们说，他想要购买性服务，列了10几条理由。我们首先肯定他的欲望不是犯罪，然后开始跟他梳理整个事情为什么不应该。感谢我们的回信是温和的，也给了他更多的一些思考。10年前的时候，我说我要做性教育，周围真的一个人都不知道性教育是什么。到今天怎么样进行性教育，性教育到底具体教什么，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讨论跟发展，但是至少达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共识，中国的青少年儿童需要性教育。土壤开始发芽，其实是很欣慰的。